我喜欢注意每一个人他的状态，或者是看一个人他的穿着，或者是他的脸部的表情啊，他今天的这个状态，去猜想说，他今天过了什么样的一天啊，或者是看他的样子，他可能是做什么样工作的人。因为对于 DJ 来讲，就是你要去观察客人，以及了解客人，了解你的群众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每次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我总是一直在观察人，然后猜想说他们今天去了哪里啊，他可能是做什么工作，什么样性格，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。了解人也是一个去推广音乐很重要的一环。我叫陈颖，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，我是一名来自台湾的编曲工作者以及 DJ。在2014年的时候，我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，叫做《头脑体操》（Sports Brain）。那基本上就是把70年代的比较传统的美国的 disco 跟意大利的 Italo disco 合在一起去做了一个这样子尝试的创作的感觉。最一开始 DJ 的话，其实大概是从高中1年级，也就是大概16岁的时候。不过那个时候因为当时资源都还很少，台湾的 DJ 也不多，所以全部都是要靠自己去学。举例来说，我在台湾台北长大，台湾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，但是有非常混杂的文化，我们有中国的文化，有日本的文化，也有很多的美国的文化，还有我们的原住民的文化。这基本上台湾的自己的文化就是一个大熔炉。我最一开始 DJ 的话，就是比较尝试在都是只有台湾人的圈子里面。不要说台湾人，可能华人，譬如说华人的厨师，他做一道菜，他会有自己的秘方，他不愿意把他做菜，比如说这个 sauce 的配方告诉别人。华人都比较有这样的倾向。从今年开始，我就认识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 DJ 或者是 producer， 然后我发现一起分享音乐、一起制作的时候，你会学得更多。音乐是一个人类去认识整个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刚好也是因缘际会，我认识一个我在上海的 partner， 他叫做 Murphy。我因为认识他，所以我也知道了更多现在目前国际间的这个 disco scene 的状况。所以我们试着把比较是偏向欧洲的这种 disco 的趋势带回台湾来做。在此之前，其实台湾不太有这样子的类型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 party 有特别多的 dancer， 他们特别喜欢这样子的 disco 音乐。disco 的音乐是由真人去演奏的，那真人演奏的音乐当然会有它独特的魅力，譬如说那个整个音乐的质地啊，然后就更有人的感觉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 disco。DJ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娱乐大众的一个工作嘛，所以不管怎么样 ，DJ 除了分享自己喜欢的音乐，然后同时还可以让大家开心，这样是我觉得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。Now you're listening Cabinet Breaks by Chen Yin。各位下午好，我是陈颖。
欢迎再度收听这个礼拜的 Kenny Breaks 荔枝 FM1379195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台湾的电音教父 DJ Allen 来担任我们今天的客席 DJ。Hey Allen， 很高兴你可以抽空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。大家好。那我自己身为一个台湾本地的电子音乐迷，就是今天可以直接面对 Allen 本人，其实心情是还蛮激动的。我之所以会这么说，是因为就是 DJ Allen 是我们台湾最早期第一个，1995年的时候他就举办了首次引进了这个 Rave Party 的概念，他是一个先驱者。Allen 在99年，我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有在听 Gilles Peterson 的节目，他也是从做这个海盗电台起家，然后一开始也是办自己的 party， 他去全世界各地去找当地的乐手合作出这个特别的 project。那我未来的话，我也希望可以向他看齐，就是做一个世界音乐的计划。其实所有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，你必须要让人感动，然后让人去了解你在做什么，不管你做什么都一样。我相信音乐也是这个样子，人就是最重要的。